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柑橘百合。这个礼拜呢，我们准备了一期科普向的视频。有很多朋友呢想要和 LGBTQ 社群的人做朋友但是呢，他们害怕自己不小心说了什么话可能会惹人家生气。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准备了9个绝对不要向你的性少数朋友提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那么对于普罗大众来讲呢，大家对于性少数的认识，如果没有专门的去找过科普来学习研究过呢，可能也就来源于主流媒体中的对于性少数的刻板印象比方说呢，哇，同性恋耶那你们两个谁是老公谁是老婆呀？那么像这个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会挨骂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同性恋情侣并不会去模仿异性恋的性别角色，同性恋谈恋爱就是两个性别一样的人谈恋爱，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会强行去分出在异性恋范式中性别角色的关系。事实上，在大部分性少数人群中间呢，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也是一个主要的被解构的对象。事实上，性少数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异性恋核心家庭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的解构，也是一种对社会性别二元的解构。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异性恋范式和性别二元的一些概念去强行套到性少数头上呢，就会冒犯到别人。妻子和丈夫这样的在亲密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呢，就是怎么说传统性别观念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问性少数人群问同性恋情侣，你们其中哪一个是男的，哪一个是女的，他们可能会生气。那么关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呢，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FTM这是不是就是女同性恋里面比较像男的那个？那么跨性别男性和外表呈现偏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呢，他们两者都会被这个问题所冒犯到。因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他们虽然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概念，但他们彼此之间还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一个人的性取向并不直接决定他的性别认同，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也不直接的决定他的性取向。女同性恋不一定看起来像男人，看起来像男人的也不一定是女同性恋。在这个场合下看起来像一个男人的，他有可能他就是个男人。对于性少数人群来讲，他向外呈现的气质并不一定符合传统的性别二元给两个性别分别赋予的或者怎么说定义的这样的一种气质。所以有时候大家贸然的进行性别的判断呢，有可能会踩雷。这时候如果有疑问呢，可以大胆的询问对方所用的代词，也就是 pronouns。问代词这件事情呢，一般是被接受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上会挨骂。但是你如果不问，然后假设对方的性别身份，然后假设错了呢，你有可能就会挨骂。像这一位朋友呢，他是几乎肯定是要挨骂的。同性恋那你们要小心这个艾滋病做好防护措施那么提到性少数，就想到性器官与性交，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比方说提到同性恋就想到软交，提到跨性别就想到第一性征，这样的一种将性少数一切的行为都性化的做法呢，是一种对性少数人群的身份的简化。性少数这个群体的身份和标签是被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这样相关的事情来定义的，但是性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性少数是一个身份，而不是一种性癖，它不是一个 kink。像刚才提到的一样，对于性少数人群来讲，我们的社群有一整套文化和价值，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身份呢，并不仅仅限制在卧室里。所以提到性少数就想到我们的性生活呢，这个事情肯定是要挨骂的。那么随着过去30年民权运动的兴起呢，大家现在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浅薄的政治正确的概念，知道不能公开的讲性少数的坏话，知道不能在公开场合骂我们是变态也知道不能因为我们是性少数就在工作场合辞退我们。但是很多的人呢，没有系统的反思过自己对于异性恋范式和性别二元的观念，因此有时候呢会持有一些内禀的恐同或者反夸的
思想而不自知。这时候呢，你偶尔就是不小心讲出来的话，如果带有这样的没有经过反思的偏见呢，就有可能冒犯到你的性少数朋友。我们谈这些呢，并不是说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说你恐同和反跨。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呢，指出他相对于少数人群有自己的特权他就激动的要跳到火星上了不要说指出他有内禀的偏见了。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呢，因为大家都是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中长大的，因此有一些内禀偏见呢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所以只要被指出来的时候，你愿意和我们愿意去理解，愿意和大家讨论呢我们是不会把你的头咬下来的。比如像这位同学双性恋双性恋是不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都可以那你为什么不找个男的那还可以生小孩耶那么有的朋友呢，他很同情性少数的遭遇他看到我们大家过得很艰难，不被社会所认可那么他对于这件事情做出的反应呢，就是他希望帮助你来过一种顺直人的生活，因为你只要能够像顺直人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你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对不对？他这样的做法呢，就是以一个间接的说法来说，性少数的生活是不正常的。那么，其实性少数的生活呢，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们生活之所以可能比较困难的，是因为社会对于性少数的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通过个人努力来去迎合社会的这样的偏见，来过上一个所谓正常的生活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责任的转移那么这样的一种话语呢，和谴责受害者的话语可以说是很相似的。只要你半夜不出门，你就不会遭受到暴力，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大家可以想到，我们听到类似的话呢，可能也不会太开心。而像有的朋友呢，会听说你是性少数之后，会试图夸奖你，比方说这位我认识的男同性恋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你就很正常嘛。那像这样的朋友的说法呢，是怎么说？我们常说的在整个 LGBTQ 群体里面，我只认识3个好人，这样的给你发一个3个好性少数奖。这样的做法呢，潜台词就是性少数群体本身它的名声是不好的。那么他这样的做法把你孤立出来说你是一个好人，那么他的潜台词就是整个性少数群体它是不好的。那么表面上在夸奖对方，实际上呢是间接的表达了对性少数的歧视那么他这个说法，你和平时见到的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的这一个观察也未必是一个准确的观察，因为你的朋友很有可能因为害怕被你歧视，所以在你身边呢没有表现出自己真实的自我，或者说就是没有表现得很 gay， 而你对他说你和我平常见到的性少数不一样呢，这么一说也就直接肯定了对方对你的恐惧。他认为在你身边表现的太过偏离异性恋范式的话你就会歧视他。那么你说这样的话呢，你的朋友可以说就是会更加坚信你是一个歧视性少数的人那么你的朋友有可能就会远离你，他很有可能觉得没有办法能在你周围自由的表达自我。和这种情况类似的还有像这样，哎呀兄弟，你看你是基佬，我还跟你做朋友，够意思吧？哎呀，这话的意思呢，就是你一般不和性少数做朋友，一般不和性少数做朋友。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朋友？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有的朋友想和性少数交朋友呢，可能是因为喜欢耽美漫画喜欢百合漫画喜欢萌味，或者喜欢男孩子长。那么这样的动机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性少数的性癖性癖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个频道上我们是不会去 kink shame 任何人的。如果对朋友表现出自己的性癖呢，就有可能有物化对方之嫌，进而让人家觉得你是变态。所以如果真的有真心友谊呢，就最好不要在谈话中提到有可能会物化对方的话题。在跨性别圈子里，会把因为你的跨性别身份就来追求你的人称作 chaser。一般大家认为 chaser 只是把你的身体当做一种性癖才来追求你，并不是真诚的想要和你这个人谈恋爱，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讨厌 chaser。所以朋友们注意呢，不要变成像这一位这样的 chaser。那么这个道理可能很明白，询问别人的性习惯的细节或者性生活的细节是不礼貌的。如果一个问题你不会拿去问你的顺直人朋友，那么你就不要拿来问你的性少数朋友。那么最后一
一类人呢，并不是因为不了解性少数才会说错话，而是因为单纯的不做人而已啊。那么请大家不要不做人，比方说像这位，现在想要当男人的女人那是越来越多了哦。其实我也想要做男人啊，可以吃到性别红利啊。那么关于别人的身份和标签突然开始 mansplain 呢，这个事情谁都不会喜欢的，特别关于性少数的情况下，然后你还讲错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人家肯定是很讨厌你的。还有像这样的做法，这个事情你要不要再想想？哦，你们小朋友年纪还小，过2年可能就不这么想了哦。质疑对方是不是真的是性少数呢，是一种不尊重对方主体性，不尊重别人能自己做判断的做法。这个做法呢，通俗一点就是给人家当爹。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大家应该都能互相尊重别人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做的决定。正如并不是身为少数族裔就会自动获得进步性一样。你拥有了一个性少数朋友呢，你也并不是自动的就拥有了性少数盟友这样的身份。性少数的盟友身份呢，体现在有没有积极的反省自己有没有内化的恐同或者反跨的思想。遇到了性少数被歧视的场合呢，有没有积极的为性少数发声。那么今天如果你这个视频看到了这里呢，说明你真的已经是很有诚意的想要了解我们了那么先给你发一朵小红花，比如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请大家点赞订阅，我们今后会有更多的视频提供给大家大家想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给我们评论。好的，谢谢大家，大家下次再见。